拜登当天还与印尼总统佐科、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主持了一场关于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会议。白宫方面透露，该活动旨在未来5年内与七国集团合作伙伴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并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利益。实际上，这是今年6月七国集团峰会提出的。当时有媒体以伪善的政治秀来形容这6000亿美元，因为实际上拜登提出的美国基建计划也才6000亿美元。法新社指出，这是美国想拉上最富裕的几个国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竞争，但被诟病缺乏具体的资金来源。另有美媒曝光，最近1年，美国政府在全球基建投入的金额实际只有约600万美元。还有欧洲议会议员批评，美方自己认领6000亿美元的2000亿美元，其他4000亿美元要欧洲国家和日本分担，完全没有考虑这些国家的国会会否拨款，更像是一个美丽的泡沫。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方面呢，美国自己呢，它并没有能力提供充足的资金来将这一系列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付诸实施。而美国呢和其他的主要七国集团成员之间呢，也难以就相关的利益分配、相关的义务承担达成有效的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14日评论指出，G20峰会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构成了这一平台效率的重大挑战，这也是全球治理严重缺失的表现。该报指出，美西方国家正试图将此次峰会变成一个孤立对抗俄罗斯的政治舞台，这令外界不得不担心真正关键的议题被忽视，复杂的矛盾令各方无法达成重要共识。而实际上，全球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包括高通胀、经济复苏、能源和粮食危机等。值得注意的是，本届 G20 主席国印尼正在努力将峰会主题拉回正轨。美国政治新闻网13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印尼方面正游说美、澳、加等国在就俄乌冲突指责俄罗斯的程度上做出让步，以避免 G20 峰会结束时无法达成联合公报。德国电视一台还指出，对于分歧，印尼等亚洲国家倾向于以对话解决，但美欧则更多地挥起制裁大棒。必须呢，对于相关的政治因素干扰进行有力的排除，G20这一机制才可能真正的行稳致远，为全世界、为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沟通发挥有效的作用。外界还注意到，美欧之间的矛盾也在 G20 期间越发凸显。G20 峰会前夕，欧元区国家财政部长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法国、德国财长对美国政府大力补贴本土电动汽车产业政策展开了猛烈抨击。欧盟委员会还抱怨，美方针对中国芯片科技产业的禁令已经严重影响了欧洲企业的生产运营。欧盟主张建立恢复半导体行业全球供应链平衡的伙伴关系。值得警惕的是，美国领导人这次亚洲行不断兜售印太战略。13日，美日韩领导人在柬埔寨金边密集举行双边和3边会谈，联合声明强调合作以延伸威慑来应对朝鲜。德国之声电台报道中提到，在美国极力撮合下，日韩2国领导人实现了3年来首次会谈，但内容没有新意。报道还指出，美国一直努力将美日和美韩2个双边同盟撮合为美日韩3角同盟，以实现美国印太战略利益最大化。另据韩联社报道称，在金边，韩国总统尹锡悦提出建议，希望建立一个3方对话机制来讨论安全及气候等问题。韩国媒体普遍认为，中日韩3边对话机制是极力想拉拢美日韩的美方所不乐见的。尹锡悦此举或意在为其与日美走近进行某种程度上的避嫌，来彰显韩国尽量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本届 G20 峰会，俄乌问题成为这个经济峰会最大的政治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峰会与会者发表视频演讲，对中美发表反核威胁声明表示欢迎。泽连斯基还特意用 G19来冷落俄罗斯。而代表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峰会的外长拉夫罗夫的回应表示，泽连斯基没有听取西方的劝告，并没有和谈的意愿。此外，西方媒体在峰会前报道拉夫罗夫生病住院的假消息，俄罗斯媒体独家向深圳卫视提供有关视频，视频中拉夫罗夫驳斥了西方媒体对他的不实报道。
11月14日，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后发表声明表示，双方一致同意永远不应发生核战争，并强调反对在乌克兰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印尼 G20 峰会与会者发表视频演讲。泽连斯基对中美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声明表示欢迎。泽连斯基还在视频中以 G19 来指代俄罗斯，暗示普京没有出席本次 G20 会议。泽连斯基还提议与俄罗斯进行全员换俘。他表示，现在是结束俄乌战争并拯救数千人性命的时候。但外界也注意到，近期乌克兰多次拒绝了俄方释放的和谈信号。